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要来跟各位讨论到保障弱势是不是另类的歧视。那在美国呢，上一个世纪1960年代的时候，那个黑人意识觉醒，所以当时的黑人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那同时也有妇女的一个平权运动，因为妇女在当时她们也没有投票权，这个跟男人也是不平等的，所以那个时候通过了一个平权法案叫 Affirmative Action。 那这个就是针对呢，在工作领域当中呢，不可以发生这个种族歧视，不能够因为一个员工他的种族或者是他的信仰不一样而歧视他。然后在大学的话呢，就是可以给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啊，就是黑人啊或者是原住民啊、妇女啊、少数族裔啊一些特殊的一个保障名额。那这个说法的话是为了要增加校园的多元化。那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类似像我们台湾，我们也会给原住民的孩子加分，或者是华侨的孩子加分，或是一些身心障碍的一些孩子加分。这在我们台湾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 affirmative action 的一个做法。反对者就说了他说呢，你排斥这些少数族裔，或者是你考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种族而排斥他，这个是种族歧视。但是呢，你特别的因为他的种族去优惠他，这个叫做另类的歧视。那这个反对者啊，也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是一直不断的在抗争这个平权法案。曾经在1978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啊，就有一个判决，是因为有一个白人的学生啊，叫做 Alan Buckey， 他申请 UC Davis 美国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的医学院。结果他的分数呢，跟他的同学啊，这个拉丁裔的跟黑人啊的那个分数啊，他的分数跟他们一样，那别人就进了，他就进不了，甚至他的分数还比别人高一点，可是呢，别人就申请上了，他申请就不上，他就很生气，他就去告，所以他就去告加州大学的这个董事会。在当时呢，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同意这个 UC Davis 可以有这样的做法。他说呢，这个是为了保障校园的一个学生背景多元化，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种族的考量是可以的。那么 UC Davis 当时是每100个学生他就会留16位给少数族裔或者是弱势的学生。那你看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应该考虑种族嘛，可是呢，为了要校园多元化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种族特别优惠这些少数族裔的意思。可是到今年2023年的6月29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却针对这样的同样的一个 issue 同样的议题呢，做了180度的一个大反转的一个判决出来。这一次呢，是有一群呢申请不上哈佛的精英学生，他们出来告的那他们这个组织呢，叫做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叫做 FFA 那这次到这个哈佛大学，就是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数据，就是说非常不公平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考 SAT， 我们这些亚裔的学生的 SAT 呢，都要比别人高很多，我才能够上哈佛大学。我呢，甚至要比白人学生呢高140分，然后要比拉丁裔的学生高270分。那比黑人的话，我就整整高450分，我才上得去。意思就是说，黑人的 SAT 这样子就上得去了，结果我已经这样子了我要高这么多我才上得去。那么亚裔的这个学生呢，他的申请哈佛，他的录取的成功率的话是 25%， 那白人的话是 35%， 拉丁裔的话是 75%， 黑人的话是 95%。那各位这样想说黑人申请哈佛的成功率是 95%， 那这样不就哈佛的大学校园里面全部都是黑人？那其实我跟各位讲，在哈佛的校园里面你几乎看不到黑人，虽然他的申请成功率是 95%， 但是会去申请的人非常少。一则就是经济情况也不允许，因为哈佛私立学校这么贵，然后呢，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奖学金制度，可是成绩可以到达能够申请奖学金的黑人也非常少。然后他们有勇气去申请哈佛，然后去一个这么白的环境里面呢，跟这些这么精英的学生一起相处的有勇气的黑人也非常少。然后进去之后呢，不晓得毕不毕得了业，所以呢，这也都是很多的考量。自认毕得了业可以去的黑人也非常少。那哪些人是最爱申请的呢？当然就是白人跟亚洲裔。亚洲裔里面又是华裔美国人，因为华裔特别的重视教育，华裔的孩子又特别会考试。那为什么我们说亚裔呢？就还包含了一些印度人印度裔的一个美国人，印度裔也是非常会念书的那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60几个亚裔的团体联合的向美国的司法部还有教育部投诉哈佛大学招生不公那后来他们就联合的在德州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SFFA， 就是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一起去告这个哈佛大学，就说呢，为什么你们可以用种族来考量招收学生？你们根本就是特别歧视我们亚裔学生啊！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成绩那么好，我们就进不了？你是特别针对我们亚裔学生在排斥我们吗？到今年我们说现任的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话，有6位就是非常保守嘛，所以保守的右派的这些其实就是比较白人至上的，但是他们当然不会讲出来说我们是考虑到白人主义，他们当然就会讲得很美，他们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说，保障弱势是一种另类歧视哦。哈佛大学在考虑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应该带有种族偏见，然后特别的去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选学生来征才这样。这个时候不敢讲种族歧视，是讲种族偏见。你保留名额给少数族裔，你是种族偏见哈。那这样的判决一下来的话呢，虽然它是针对哈佛大学，但是这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它是通用于美国全部的高等教育学校，适用于美国全部的公立私立的高等教育。这样子下来之后呢，每一个学校都要去改变它的招生政策，就是他们将来就不能够因为说呢要校园多元化，然后去有这个所谓的种族分配的考量，就是我要留一些名额给拉丁裔的，留一些名额给非洲裔的，留一些名额给亚裔的，留一些名额给白人，这样以后都不能够用这样的方法跟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考量。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这一次讲的是哈佛大学，他显然是用了负面的方式去运用种族因素，所以这个就完全就是被打叉叉了嘛。在2016年的时候啊，其实在德州就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叫 Fisher， 他就去告这个德克萨斯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Texas， 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认为不应该留保障的名额。但是当时啊，2016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认为呢，适量的保留一些保障名额给少数族裔仍然是合乎宪法的哦。那这一次呢，2023年的6月29号这个判决呢，被认为大学如果留保障名额给少数族裔是违反宪法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可以认为因为时代的不一样，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个逆向歧视，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这个组织看似是学生自己兴起跟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但事实上这个背后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叫做 Edward Bloom。 这个人专门就是非常非常的右派啊，非常非常的白人至上，他在这个社会上非常活跃的游走，就是要推翻这个平权法案，推翻对于黑人跟少数族裔的保障。那这次的话呢，被认为啊，这个亚裔的学生是成为他的棋子，就是他打着这个亚裔学生进入哈佛大学这个机会不公的这个事情呢，去完成了他自己想要推翻平权法案的这个理想。于是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接下来我是要让企业啊不再需要分配比例给少数族裔。那我们知道了，如果从 Fortune 啊财新前500大的这些大公司来看，几乎有90%的 CEO 或者是 CFO 执行长或者是财务长全部都是白人。那么因着这个平权法案的关系，这些大企业他们都必须要多元化分配，所以就给了很多的少数族裔一些机会。那很多呢有色人种也是因为这个平权法案才得以进入这么好的精英学校，然后进入这么好的这种前500大的一种美国企业，让他们的这个才智能力都有发挥的可能。如果这个 Edward Bloom 他的下一步呢，就是推翻掉在企业里面也需要有保障名额给少数民族的话，那么将来这些亚裔的学生，就算他们争取进入哈佛成功了，他们能够从哈佛毕业，他可能也会没有机会进入美国前500大的企业，因为美国前500大的企业不需要再给少数族裔任何的机会，任何的保留名额，所以这才是我们觉得最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说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1978年的时候呢 UC Davis 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加州后来他们的决定是呢，当时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同意 UC Davis 这样做，但是加州他们在20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改了，不再用种族去留保障名额，而是去看他的家庭环境，看他的社经地位，去对于特别弱势的人呢给予扶助，让他们仍然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加州大学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学校，这样的系统里面来。比如说像这个 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的话，他们就会特别有所谓的 extension plan， 就是外展计划，扩大他们的招生的这个管道，类似像我们这个繁星计划一样，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这个入学管道，不是因为他一定要是台湾的原住民，或是他是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呢扩大不同的入学管道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呢，
这个亚裔的家庭也同时有人出来反对这些亚裔学生呢，在 Edward Blum 的这个号召之下呢，推翻了这个平权法案对于招生的影响力。那么这些亚裔的家庭，他们认为呢，我很希望我的孩子成为精英没有错，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进这个常春藤名校，成为这个精英层里面的一员。但是他说呢，除了让我的孩子变成精英之外，我更看重的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接纳多元的社会，接纳多元的文化，然后接纳多元的民众，他们能不能够有更开阔的思维，不是只有考量分数，而能够去考量自己能够跟不同的人相处。他认为这个是比积极经营进去哈佛大学更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为了要让自己呢是一个精英，然后可以进入常春藤名校，我们去推翻了这个平权法案，让其他的少数族裔更没有机会，更不可能到你这个精英层来跟你相处，那么你就自己活在你自己的同温层里面，活在你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只要你是精英，你永远都不需要去看，也不需要去跟黑人相处，也不需要去跟拉丁裔相处，也不需要去跟弱势相处，也不需要去跟少数族裔相处。那么这样究竟是对你的孩子是一件好事，或者是一件坏事呢？这个就需要家长非常的有智慧，也需要我们这些精英学子们非常的有智慧。